宝睡意朦胧的看到奶爸来了，伸出手拉住了奶爸。这一瞬间让老宋头感觉到了乐宝就是个宝宝。乐宝拉住奶爸的手后，又安心的睡去。有奶爸在，乐宝感觉到了满满的安全感。而此时爱宝和双胞胎这儿也还没睡醒，老宋头趁这个时间里给姐妹俩准备了2个小零食，是2根黄金竹。老宋头给黄金竹从中间掏了个空，在里面塞了2块小苹果。老宋头讲解道，这样可以锻炼姐妹俩的嗅觉能力，而且黄金竹要比雪竹硬，也可以给姐妹俩用来磨牙。老宋头制作完后，便迫不及待地给姐妹俩送去了。瑞宝接过黄金竹来后，一下就闻到了里面小零食的气味，直接对着黄金竹开始啃咬。但是瑞宝发现这根竹子有点硬，瑞宝打算先看看辉宝是怎么吃的。只见辉宝接过黄金竹来后，连想都没想，直接大力出奇迹，一下就给竹子咬断了。果然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的花里胡哨都不堪一击。瑞宝这里看了辉宝的操作，自己也学到了。瑞宝一口咬不断，就分2口，毕竟姐妹俩牙齿的发育是不一样的。辉宝牙齿发育比瑞宝要快一些，瑞宝这里也成功的给黄金竹掰开了。吃完自己黄金竹的辉宝来到瑞宝身边捡漏，瑞宝伸着小脚阻挡着辉宝，姐妹俩自然心疼。爱宝看到姐妹俩吃的竹子都带夹心，以为自己的也有。爱宝不断翻找着自己身边的竹子，咬一口就扔掉，咬一口就扔掉。爱宝找了好几根，心想怎么都没有。爱宝不敢相信，转头直接在竹子堆里翻找，找到一根感觉有点不一样的。爱宝拿起来咬了一口，但是依旧没有。爱宝给竹子掉了个头，又咬了一口。咬完，爱宝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这口气明显是叹给老宋头听的。问奶爸，终究是不爱了是吗？上一次爱宝的胡萝卜被辉宝弄丢后，而这次瑞宝又把妈妈的竹子给弄到了地上，只不过这一次被赶来的艾女士给看到了。被抓包后的瑞宝不敢再靠近妈妈，因为上一次辉宝被妈妈胖揍的场景，瑞宝还历历在目。心虚的瑞宝只能等到妈妈走远后才敢下去吃竹子。而此时我们的艾女士正抱着一根大竹笋吃了起来。瑞宝看到妈妈手中的竹笋后，便被深深的吸引了，便走到妈妈面前，也想要吃一口这大竹笋。没想到艾女士还记得自己的竹子被瑞宝弄到地上的事情，等瑞宝将要吃到竹笋的时候，爱宝就把竹笋移开。此时的瑞宝紧盯着竹笋，好像在对妈妈说，妈妈，你就给我吃一口吧。尝试几次无果后，瑞宝便跑到妈妈身后对妈妈发起了攻击。只见瑞宝抱住妈妈的头，试图抢过竹笋，不料被妈妈一拳推倒地后的瑞宝想用生气来引起妈妈的注意，但爱宝压根儿不想多看一眼瑞宝。灰溜溜的瑞宝只好爬起来。看到瑞宝再次走了过来，我们的艾女士直接伸出了手阻止瑞宝靠近自己。看到妈妈这一举动后的瑞宝咬了一口旁边的竹叶，委屈巴巴地跑到平台上。前有艾女士吃竹笋，后有瑞宝吃竹叶，后面的小瑞宝还在期待着妈妈能给自己竹笋吃。不过爱宝很快就将竹笋吃完了，便起身回了家，完全忘记了刚才想要吃竹笋的小瑞宝，只留下瑞宝呆呆的看着妈妈。果然是一胎照书养，二胎照猪养。记得之前福宝在爱宝吃竹笋时走到爱宝身边，爱宝还给福宝分了半块。最近辉宝的体重成了2个爷爷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。前有将爷爷抱着辉宝，表示感觉像是在抱爱宝一样。后有宋爷爷在园区当着姨姨们的面直接询问辉宝是怎么变胖的。此时辉宝想说，胖点怎么了？再说我胖就给你皮靴偷走，以前你可没有嫌弃过福宝姐姐胖，甚至还因为福宝姐姐胖还给她取了爱称叫墩墩，怎么到了我这里变胖就成了一件坏事情了？只是因为自己不是你的初恋熊吗？这爱宝2胎后，宋3岁总是被瑞宝辉宝欺负，这也算是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是宋3岁总欺负瑞宝和辉宝，导致了现在瑞宝和辉宝见到江爷爷来园区，则是笑脸相迎，嘴角不自觉的就会上扬。而当看到宋3岁时，姐妹俩就在原地纹丝不动。宋3岁站在树前，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引姐妹俩过去。辉宝本想过去，但走到一半发现是宋3岁，而不是江爷爷，又掉头走了回去。最后只能宋爷爷主动过来套近乎。还有就是宋爷爷来收熊时，姐妹俩在树上不下来，连盆盆奶都诱惑不了姐妹俩，这让宋3岁束手无策。而宋3岁以他3岁的头脑，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姐妹俩不听自己的。而盛熙阿姨和江爷爷每次接他们下班时，
他们都很乖巧。宋3岁再不长大，可能以后瑞宝和辉宝也不喜欢和3岁的人玩了，毕竟自己马上就要1岁了。大熊猫1岁，换算人类年龄的话，大约为3.5岁，也就是宋3岁还比瑞宝和辉宝小半岁。瑞宝看着许久不见的江爷爷，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今天江爷爷的休假结束了，江爷爷从早上来到园区后，便立刻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。刚换好工作服，身后就跟上了摄像团队。没人知道江爷爷现在有没有走出生离死别的伤痛，但江爷爷已经开始面带笑容的录制节目了。而同时，江爷爷回来了，宋爷爷也可以休息了。毕竟宋爷爷这几天流的泪，都快给这辈子的泪都流完了。江爷爷来了，也可以接替一下宋爷爷了。江爷爷来到园区给姐妹俩收拾竹子时，瑞宝趴在小木床上，痴痴望着这个许久不见的爷爷，小嘴不自觉地向上扬。瑞宝心想，自己最喜欢的爷爷终于回来了。江爷爷给爱宝准备好竹子和小零食后，先是来到树上看了看在树上熟睡的辉宝，然后下来又观察了一下瑞宝。看到姐妹俩这2天被宋爷爷照顾得不错，那就放心了。这次江爷爷重新营业，想必会有很多节目要来采访。而在江爷爷忙着处理这些事情时，圣熙阿姨来到了园区，帮忙收拾竹子，顺便看看姐妹俩。圣熙阿姨可以说是2个爷爷成功背后的付出者。当福宝离开的那天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江爷爷和宋爷爷身上时，而其实一直在镜头背后默默无闻的圣熙阿姨也流下了泪来。大家都看到了江爷爷和宋爷爷在镜头前的付出，但不知道的是，圣熙阿姨在镜头后面为宝家付出了多少。除了宋爷爷和江爷爷以外，应该就属圣熙阿姨最伤心了吧。平时圣熙阿姨在镜头前总是阳光开朗、大大咧咧的形象，没有人在意过圣熙阿姨会不会因为福宝离开而伤心。但当圣熙阿姨看着福宝离开的场景时，平时一向让人觉得大大咧咧的圣熙阿姨也忍不住的流下泪来。圣熙阿姨给爱宝的竹子收拾完后，宠溺的和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。圣熙阿姨跟姐妹俩玩耍的样子，就像是幼儿园老师在给小朋友们上课一样，满满的青春气息。下一秒，辉宝过于激动了，扑向圣熙阿姨，结果脚下没踩稳，摔了下去。尴尬的辉宝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重新回到小滑梯上。圣熙阿姨让辉宝再跳一次，表示自己这次肯定能接住辉宝。聪明的辉宝一次就长记性了，根本不听圣熙阿姨的。而瑞宝从圣熙阿姨来就一直在呼呼大睡，圣熙阿姨便没有去打扰瑞宝做美梦。圣熙阿姨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，抱着竹子离开，因为该给爱宝去开门了。今天在妈妈和爷爷的陪伴下，姐妹俩又度过了一个朴实无华的一天。早上，宋爷爷举着自己的自拍杆来到园区，此时的瑞宝又在欺负南天宝了。宋爷爷不敢过去，因为过去了，瑞宝就该改成欺负自己了。很快，坐在小滑梯上的爱宝爬下去，冲下来就将瑞宝撞翻在地。爱宝开始教育瑞宝，表示园区里的一花一物都需要精心呵护才行。爱宝的教育总是那么到位，每次爷爷们看了也都很欣慰。爱宝关键时刻出现在姐妹俩的身边，爷爷们有时看了都感觉很爽，尤其是姐妹俩犯错时，2个爷爷都在暗自鼓励爱宝揍他。 제가 그런 마음을 먹을 때 아이바오가 조절을 하거든요. 굉장히 스매시 준다고. 잘한다 아이바오. 그래. 이런 느낌으로. 而此时，辉宝正在树上看热闹，难得辉宝这次没有挨揍，辉宝试图给自己调整到一个最佳观影位置，小手和小脚撑在树上，撅着性感的小翘臀，样子很是可爱。宋爷爷这里则开始为姐妹俩打扫园区了。瑞宝像是个跟屁虫一样，要么抱抱爷爷的大腿，要么就跟在爷爷屁股后面，爷爷去哪里，瑞宝就跟去哪里。等爷爷回房间后，瑞宝又爬上了小树。园区这么大，没有一个地方能让瑞宝待得超过5分钟。瑞宝总感觉每一个地方都挺好玩，同时又感觉另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好。等瑞宝安稳后，辉宝的活力又恢复了，姐妹俩玩耍打闹都是轮班制的，这让园区的南天宝一刻都得不到安稳。园区里的南天宝每天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今天。辉宝欺负了一阵南天宝后，兜兜转转来到了饮水盆前。现在姐妹俩也喜欢上了喝水，不再只吃奶水解渴，现在已然有了一副大熊猫的模样。尤其是辉宝，小肚腩都出来了，